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握金川，钱财如山的发大财手相。一、修长型手相，修长而指掌有肉得当，手掌有力，手型的配，运势跟机会不错。再看手纹三线，属于川字纹，三线身长，具有管理之才，适合创业做老板，或者在大企业大公司做管理层，收入高，财运不错。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会成为有钱人。二、川字形的手相，川字形的手相意指手掌中的三条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事业心比较重，悟性高，直觉好，因此属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单子和魄力都比常人强，所以在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事业平步青云，财运才会越来越好。因此这类男人不缺钱花，适合自己创业做老板，在外人看来也是最成功人士。三、川字掌加钱财纹，如果川字掌加上遇到钱财纹，那就是喜上加喜了。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中财来水涌。而手相上的财库则是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有这种手相的男人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财运和事业双丰收。我们伸开手，其他四个手指自然并拢，如果中间没有缝隙，即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这样的男人存钱能力中强，他们特别的擅长理财，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生活中精打细算。这类男人偶尔还会给你惊喜，会是个有钱人，创业容易成功。第二，虎虎生风的手相，根基深厚之人必是富贵相。一、金星丘饱满开阔，金星丘尤其的饱满开阔，体质佳，精力充沛，根基深厚。只是中指土星有些杂乱，中指代表自身，土星丘代表责任感，此处杂纹多，代表自信心不强，面对困难有些易逃避，有利有弊，利在会审时度势，避其锋芒，弊端在易形成习惯，自身才能易被埋没，潜力难挖掘。食指巽宫财位倒是饱满，伴有井字纹，财运如井水，源源不绝，财虽一般但有稳定的钱财入账。从这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本质有保障，稳定少起伏。掌心明堂凹陷，能存财守财。纹路看有穿掌的格局，但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有些粘贴，独立能力强，但是对父母有心怀感恩，成家立业后会反哺父母。不过穿掌人格局还是有，敢闯敢干。事业线也有一马平川的格局，加上金星丘饱满，穿掌和金星丘一定要配合得当，所以是非常不错的穿掌格局。感情线深刻，重情感性，人缘不错，从太阳线也可看出。不过重情之人情路易动荡，容易陷入情网。脑线和情线见十字纹，年纪越大越相信玄学佛系，晚年易和佛家道家结缘。二、偏身字脸，身字脸上下弱，中间强，面骨还算厚重饱满，运势不弱，只是额头稍浅稍尖，早运一般，难得祖荫庇护。父母甚至有些重男轻女。颧骨强眉骨弱，
全压眉，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说明早年家庭环境不好，父母甚至有嫌隙和分离之苦。不过眉浓不散，上扬有气势，鼻高隆，自身独立要强，甚至有些过于要强，其实内心稍有些自卑，这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眼大露白，但是黑白分明，防范意识很强，有些容易吓跑姻缘和贵人，一旦深交，自己会投入很深，容易被烂桃花侵扰。田宅宫见眉毛侵扰，靠山不稳，难入大公司做靠山。不过鼻高隆起势，厚重饱满，中年财运旺，夫运足。家颧骨突，鼻颧的配，中年能起运。不过鼻梁起结，颧骨突，在婚姻中有些强势，偏敏感，缺乏安全感，容易让对方感受压力，建议调整，否则姻缘易坎坷。身自敛的人，下庭逐渐变弱，50岁之后运势下行，晚年易为子女忙碌。3偏木行手，木人分强弱，原主属于强木人，强木人除了善谋多思之外，还有筋骨质的坚韧和毅力。食指巽宫财位饱满，财运旺，不过指缝漏，见缝隙，难守财官财。小指水星丘褶皱，有些影响晚运，加上小指明显偏短，和子女缘分不深，生命线尾端也见分叉，晚年易为子女操劳。纹路看是典型的川长，川长人思维活跃，独立能力强，敢闯敢干，只是金星丘偏窄，体质一般，精力有限，难以支撑川长人的好折腾。增强提示，运势会很快提升。生命线25至40岁左右，横纹干扰多，这个阶段经历恋爱、结婚、养家，阻碍多也正常。从感情线来看，姻缘来的不容易，有烂桃花干扰，犯情伤的经历。28岁之后，情路顺畅，婚姻稳定。40岁之后，生命线不见杂纹干扰，迎来收获的年纪，家庭稳定，婚姻幸福，人生渐入佳境。脑线尤其的深长有弧度，心态稳定。40岁之后，不再有川长人的任性和洒脱，变得沉稳自信，收放自如。坎宫的杂纹和艮宫的青筋，提示腰肾和肠胃的保养。4鼻子高隆厚重，面相讲究5月成朝拱之势，其中中月居主位，也就是说鼻要高隆厚重才是贵相。女主面骨宽厚，但鼻太窄，典型的面大鼻小。所谓面大鼻小莫问财，财运一般，夫运也不强。面宽厚之人多忠良，面窄薄之人多精明。女主属于前者，老实本分，适合过小日子。眉目端正不偏斜，不见高低，能有好姻缘。额高而宽，早运不错，能享祖荫庇护。眉眼弧度一直，田宅宫饱满，靠山也不错。眼长眼皮单，性温而缓，做事有条有理，节奏偏慢，眉顺眉浓，人缘和姻缘都不错。鼻为君，权为臣，鼻弱权强，本身是性缓之人，有时候旁人都为他着急。鼻梁的痣也有些伤财和伤夫运。虽然个性偏弱，依赖性强，不过好处是稳重持家，适合过小日子。人中稍浅，子嗣一般，但是奴仆宫饱满，和晚辈缘分深厚，子女易亲近。唇含不露，言语得当，知进退。唇角质有些招桃花，注意防范。下巴兜，晚年能见财。5手大抓财，俗话说手大抓财，手大抓草。女主属于前者，长厚直满，有些肉多于骨，骨为阳，肉为阴，偏营养质，执行力偏弱，但是福运很强，特别是这饱满的金星丘，运势根基深厚。指节间也见米糠纹，衣食无忧，小康不愁。只是手指基部长丘，有些被挤压，加上3大主线挨太近，手相格局受限，
人生高度有限，小财易得，大财难求。虽然纹路格局偏小，但是纹路单拎出来不错，放在一起就格局显小了些。生命线初期不见杂纹倒纹，从小家庭环境不错，至少父母对自己关爱有加。脑线偏深，生命线偏浅，脑袋灵光，喜欢动脑，不太爱运动，执行力不强，这也是营养致人的通病，注意调整。事业线来看，不能说事业心不强，只是事业取得一点成就容易自满，野心不足，知足常乐，有利有弊。事业线在中期断开，这个断开对财运有些影响，会导致元宝财库出现开口，中年易漏财。感情线的错裂，加上下方见反抗线，不顾家人反对，为情执着。不过整体看感情向好。6脸型像个酒坛子，脸型像个酒坛子，面骨厚重，五官饱满，福运根基深厚。额头圆阔，发际线齐整，聪明又头脑，早年的祖荫庇护，尤其是额侧一马宫饱满开阔，出行遇贵人，适合在外闯荡发展。只是额稍歪，官禄宫见疤痕，难入宫门，适合入大公司。眉头聚眉尾散，做事3分热度，少耐心和坚持。眉尾散财也难聚，不过眉毛顺滑，颇有喜感，亲和力强，人缘不错，易得贵人帮扶。大小眼，眼神漏，容易识人不明犯小人。卧蚕虽然饱满，本身也是开朗有喜感的人，异性桃花旺，但是夫妻宫见至干扰，烂桃花易侵扰。不过鼻高隆起势，中年有见大财的机会。中年在婚姻中偏强势，鼻孔大，所谓财大气粗，出手大方，易露锋芒而漏财。颧骨饱满，人脉广，圈子大，中年也易得贵人帮扶。鼻大下唇外翻，物欲重，花销不小。上唇稍薄加上至干扰，讲大话，爱吹牛，易犯口舌是非。人中见钩，子嗣丰隆，下巴见兜，晚年能享子孙福。手相显现这位命主终身都是贫病交加的命，身体欠好，财气极差，千万不要盲目出资，必定失利完毕。婚姻上晚婚也不美好，指缝大的漏财，注意理财，否则花费大存不住，一辈子难有大的积蓄。手上杂纹多说明心事重，烦心事多，也主初期有些波折起伏，30岁前发展不够理想。主纹路身长清晰，有力能力强，素质高，力做事业，后期得运了，事业不错的。纹路的格局开，后期的发展空间大，力晋升，情线受伤，情缘波折，易犯情伤。手指有漏财，为人小败家，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小小伤财而已。最注意的是3线纹浅，根基不稳，小指弯曲无形，一般都缺少福气。还有手掌多青黑色，手色暗沉，一生劳碌奔波，虚名虚利较多，始终不能稳财稳运。何况还有诸多不好的手相情况出现，同时作用，注定今生多辛酸，难以安宁度日。人们一直认为看相只是用来看命运的，其实看相主要是要来策划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提前知道自己的运气如何，才能做好预防的。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提示大家，在成功的时候需要想着会失败的，因为乐极生悲，在失败的时候应该要想着如何的进步的。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能灰心丧气的，更需要有勇气来面对的，接受挑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所以看相的意义在于提前知道，提前预防，提前做好准备，避开人生不必要的挫折，少走人生的冤枉路。第2，面相分析，你是富贵命、劳碌命还是享福命，一眼便能看穿。一个人能不能发家，除看本身的基础能力及后天努力外，
自身的运势是否好也很重要。具有好的运势，即便先天条件差一点，只要把握住，愿意尽力，一样能收获到很好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好的运势，前提再好也会舍本逐末。相学讲究由内而外的观测，正所谓相由心生，尤其是相学里的手相学博大精深。根据下面的图片，我们就从手指、脚趾长短的角度看看，谁能一生好命，非富即贵。哈哈，学会了还可以观察身边的朋友、同事，还有你的老板。太准了，可不要被吓到哦。一劳碌命的手，食指比无名指长，此相乃是劳碌命，食指比无名指长。通常说来，这种人天性乐观，心机浅薄，非常容易信赖他人，自身也非常的善良。虽然这样的性格特质会多多少少带来福报，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却难以出人头地，聚财旺福。所以其一生命运相对平庸，想获得事业成功，必须付出2倍于常人的努力。二劳碌命的脚，大拇指、第2指和第3指一样长度，后2脚指短，此相乃是劳碌命。要是脚趾的大拇指连着第2和第3指都同样长，标明这人心性敏锐，自然天生好强，做任何任务都要追求完满，一生不是劳力便是劳心，为前途奔波不已，但很少享受，款项来去匆匆，极可能就此辛辛苦苦地过终生。三享福命的手，无名指比食指长，此相乃是享福命。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通常说来其人具有远见卓识，与人为善，深谙社会规则，洞晓人情冷暖。而这样的性格特征非常适合在激烈的社会中立足，不到30岁便能走向人生巅峰，得贵人相助，事业一帆风顺，财运亨通，中晚年不愁衣食，富足广大。四享福命的脚，第2个指最长，此相乃是享乐命。要是拇指边上的2指最长，那么说明这个人受祖荫，自然天生便是财星，从小含着金汤勺，一生衣食无忧，从不为钱发愁，成长的道路上策马奔腾，大都能具有平稳的好工作和志向的日子。也许分其定能豪富大贵，但必定可以闲适富有到老。五富贵命的手，食指和无名指长度相同，此相乃是富贵命。食指和无名指等长或长度差距很小，通常意味着其人天资聪颖，严于律己，自学能力极强，往往靠着自己独立的能力，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渐入佳境，越走越顺。不仅如此，另外这种手相的人赚钱能力一流，35岁后功成名就，大展宏图，有望富甲一方。六富贵命的脚，大拇指最长，小指最短，此相乃是富贵命。如果脚趾是这样生的人，那么很幸运，这样的人天生头脑智慧高，为人处事稳重，具有财气佳，一生大财多，小财更是丰盛，做生意有一夜暴富的机会，要是恰当有后福之人，必然具有豪富大贵的人生。七无名指短小，无名指偏短小的人，有一部分存在着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存在一些缺陷，成长环境没有那么和谐，在长大之后因为缺少了家庭的帮扶，在社会上全凭自己打拼奋斗，比较艰难的情况。而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在民俗中认为这样的人比较有鉴赏能力，做生意喜欢以偏财类的方式赚钱，寓意好运滚滚，财源不断的赚钱钥匙扣是这类人群最适合随身携带的吉祥之物。八手心有断掌，断掌是指代表智慧和感情的2条线相交，从手掌的一端横跨至另一端的情况。拥有这种手相的女性往往有主见，能力强，属于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行动派，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
但在婚姻上，这样的性格上容易给配偶造成压力，从而影响到夫妻感情。所以在择偶时，就要尽量选择一个能包容自己的人，或是换一种婚姻相处的方式。生活中戴上红玛瑙节节高手链，既有获得对方更多爱护和尊重的含义，更包括了婚姻事业双丰收的美好寓意。9. 手指有缝隙，拥有这种手掌的人性格上有些清高，不会在意世俗的眼光，对于财富的意识也没有那么强烈。即使遇到赚钱的好机会，如果不合心意，或者是有违自己的原则，也不会强迫去做。此外，手指有缝隙在民间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花钱会大手大脚，同时也不太懂得如何理财。因此，如果时常钱包干瘪、入不敷出的朋友，要多学习积累财富的知识。10.1个斗，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斗穷两个豆腐。如果手指上只有一个斗的人，其实他们不是天生穷人命，而是非常容易劳碌。因为一个斗的人性格是细腻的，不管男女都很聪明，也有赚钱的本领，不出中年就可以赚足本钱。但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追求财富，就算赚得太多，也不会满足。钱财是越来越多，但也是越来越忙，手中有钱，也还是停不下来享受生活。11.5个斗，如果人的手上拥有5个斗的话，这则证明这个人一生忙碌。虽然他们从小就有着不错的家庭环境，在父母的细心照顾下长大，但是他们这辈子就是操劳的命，整天都在为了自己的事业奔波劳累。即使是年纪轻轻就积累了不菲的财富，他们也舍不得花，也没有时间花。因此，手只有5个斗的人是富人过着穷人命。12.8个斗，手指上8个斗的人气质出众，处事井井头。他们做事考虑周全，而且好胜心比较强，但是常常容易一根筋，一条路走到黑，因此就有可能导致事业上出现不稳定的情形，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有时候虽然赚钱比较多，但是漏财也依然存在，总是为了生活而不断奔波。即使到了老年，也会为子女的将来考虑，劳心费神是必然的事。俗语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金鱼骨是什么？有道理吗？俗语有云，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封建背景下，金鱼骨为国人追求富贵重要手段，与其相关俗语传说故事更不计其数。千百年间，金鱼骨亦成世人心中重中之重。作为整个世界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足有几千年之久。而在中华文化存续期间，更是出现了许多具有特殊内涵的文化内容。凭借着对此类内容进行了解，世人将会对华夏文明的独特内涵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千百年来，诸多带有中华特色的俗语流传于世，帮助人们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曾经，一句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更是成为人民竞相传颂的焦点。那么，这句俗语中的金鱼骨究竟是什么？这一俗语又是否有着一定的科学道理呢？众所周知，在许多传统俗语中，人们都会用一些较为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含义，而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这句话中的金鱼骨也不例外。其实，这句俗语中所指的金鱼骨，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金鱼骨头，而是人们手掌心中的元宝纹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多人都会对面相、手相学说较为看重，而所谓的元宝纹，便是手相学说中的一种观点。通过观察手掌心的纹路，便可以发现，每个人的掌纹走向都各不相同。若是在手掌心中，生命线与智慧线之间的纹路能够形成一个形似元宝的闭合区域，便意味着此人拥有元宝纹，也就是金鱼骨。
古代手相学说中认为，凡是拥有金鱼骨之人，命格都要比普通人更好一些。这也意味着在他们的人生发展道路上，并不会存在太多阻碍与挫折，凭借着顺遂人生的帮助，其美满生活亦能得到充分保障。此外，通过对手相学说中的金鱼骨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可知，对于那些拥有金鱼骨之人而言，金鱼骨位置的不同，也会对人生未来走向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若是金鱼骨所在的位置与手掌中的智慧线相对较近，便意味着此人拥有较为聪明的头脑。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他们总是能够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才智，顺利解决生活中的诸多难题，进而过上富贵生活。若是金鱼骨所在的位置与手掌中的感情线相对较近，便意味着此人能够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通过外在优质人际关系的帮助，他们总是能够轻松化解生活中的诸多难题，更好地追求心中的理想与目标，并拥有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这些拥有金鱼骨的人总是能够拥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财运，凭借着这份财运的帮助，他们自然将会过上富贵不用愁的生活。正因如此，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拥有金鱼骨之人亦将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不断提升，诸多封建思想已经遭到世人摒弃。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很多人都能认识到，所谓的手相学说并无科学依据作为支撑，所以这类带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俗语并不值得相信。与其相信金鱼骨为我们带来的好运，不如将更多精力用于拼搏与奋斗上。若是过于依赖所谓的手相学说，而过着好吃懒做的生活，那么无论拥有何种带有富贵意义的手相，都很难真正过上富贵不用愁的生活。通过对手握金鱼骨富贵不用愁这一俗语背后的内容进行了解，便会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流传下来了许多并无科学依据的俗语。第二，手掌纹路杂乱就一定命苦。教你一招化解。俗话说，掌中有日月，看掌纹可知天命。俗话又说，掌乱心乱，掌轻心轻。这就是说，手纹杂乱的人，如同走在错综复杂的田间小路，或是密密交错的街道小巷，曲折蜿蜒。这种人心思也同掌纹一样，心思乱，心绪多，情绪敏感，常常有庸人自扰、患得患失的毛病。如果是女性，往往多愁善感；如果是男性，则有偏向女性的特质。但掌纹杂乱，一定都是坏处吗？也不尽然，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古代人认为女性掌纹细如乱丝，属于善良的好女人，情感细腻，多为家庭烦忧。而且这样的女性性格聪慧，但也因为想法太多，心思太细，容易导致财运受损。另外，手纹乱心思多，想象力也比常人丰富，如果面相配合得好，很适合做一些富有创意的工作。注意，有一些掌纹虽然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实际上对事业有加持作用。比如井字纹出现在食指下方，出现井字图案，表示事业有成，头脑灵活，可以从事业中收获巨大的收益。那么，手掌纹杂乱导致的性格方面的缺点，要如何化解呢？首先，多多参与社交，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交都尽量参与，有助于提升人际关系。多和乐观开朗的人相处，汲取他人的长处，时间久了，性格也会随之有正面的转变。还要多多培养兴趣。手掌纹乱的人一般心散，想法多，但不专一。如果能找到一项兴趣，有助于培养专一的能力。婚姻方面，最好晚婚，
选择年长一些、处事成熟的另一半。第三，大拇指指纹断吉凶，一无杂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没有杂纹的人，终其一生事业上难有大收获。二，领袖纹。大拇指第一指节上端有2条平行的斜纹，被称作领袖纹。有此纹路的人，有雄心、有抱负、有耐性、懂权谋、知进退，是领袖型人才。三，权贵纹。大拇指指端有星纹、六纹、景纹、金印纹地，均称作权贵纹。有此纹路的人，富贵权势两者皆可得，是极好的纹路。四，文约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1条或2条横纹，被称作文约纹。有此纹路的人，拥有过人的智慧与才华，可以凭自修而有学问，不想祖业而能自创产业，但相当劳碌，得来辛苦。五，龙眼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椭圆形的纹路，谓之龙眼纹。有此纹路的人，先天智慧超人，可以在学术领域出人头地，也可以在从政之路上平步青云，如五官再配合得当，主大贵，关注透天机。六，偏财纹。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网状纹或纹状错综复杂的纹路，称为偏财纹。有此纹路的人聪明灵敏，反应敏捷，容易经由投资或经商而获取财富。网状纹靠近第一指节会发达的早，靠近第二指节则会迟些。此外，大拇指第二指节下端外侧有1条或2条小横纹的，代表可以拥有非常美满的姻缘，配偶内外在美均佳，个性优良，工作能力强。七，看父母大拇指。父母大拇指的第一节代表父亲，第二节代表母亲。如果第一节比第二节长，说明家中父亲要强势，能力也强；如果第二节长，说明母亲在家里占主导地位，有话语权，或者就是目前娘家那边的生活比较富足。第四，拇指头形状看富贵，一方头形，上节之骨方长而广大，坚固有力，下节之末端有肉棱，据此拇指者，循规蹈矩，举止不苟。此方头拇指一定要方正无偏，如内取无力，或外无神，则其人必心性偏狭，做事诡秘自私。二，圆头形，指形长而头圆大，节直而宽，思想纯洁，为人朴实，心地忠厚，对人颇有义气，谋为多易成功。三，蜂腰形，指骨微小而短圆，指头宽扁而略长，犹如黄蜂之腰也。据此拇指者，反应灵敏而速度敏捷，有辩论才能，心意才能均优。四，棍棒形，球形，上下2节，圆大相同，其肉紧实，其形挺直，圆长坚硬，身仰不灵，关节不甚发达，指头末端微小，指甲厚长，指纹粗大。其人禀赋虽强，然性情孤僻，言语耿直，做事呆板，交际简单，守旧有余，创新不足。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长寿手相的特征。一、生命线清晰深长。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
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2. 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 手掌厚实饱满。从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病痛，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2. 短命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生命线越是短的人，生命力越差，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2.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
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命中多病，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3.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4.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5.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很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6. 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有可能猝死。7. 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等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8. 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12种抓财手，一个比一个富。手相学又称掌纹学、手纹学，香港人叫做掌相学，是古代的一种相术，与面相、骨相、气相等合为4大相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那么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生来会抓钱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财运线清晰可见。财运线又被称作为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在手相学中，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也是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
而是要清晰可见，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精明强干，赚钱的门路又多，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赚钱超级厉害，从不缺钱花。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无论自己多有成就，都不会瞧不起人。2. 成功线伸长。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即朝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有的人有，有的没有。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那么成功线笔挺伸长，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一般财运都特别的好，运气很强，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最后都能获得成功。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一辈子衣食无忧，吃穿不愁。3. 大拇指厚实。大拇指为五指之首，在手相学上是代表了父母和祖上。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下节且代表母亲。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皆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的聪明，学东西很快，又有事业心，而且财运很好，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大拇指粗长有肉，显得比较圆润的人，也是属于好的手相。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贵人运很好。再加上自身能力强，财运好，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4. 手掌厚实红润。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一般手相厚实的人，财运与事业运都特别的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他们头脑聪明灵活，充满智慧，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那么手掌厚实红润的人，且代表是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而且偏财运也较好，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抓钱的手。有这样手相的人，在财运方面运气尤其的好，生活富裕，事业有成，是属于富贵的手相。5.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事业线是起自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又名玉柱线、命运线。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学业有成，工作顺利，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如果将此往前发展，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而且他们一生的财运较好，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6.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太阳丘下有细纹，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是一种好的现象。在太阳丘，也就是无名指下方的下面，有许多细小纹路，属于财运旺盛，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为人成事稳重，口才又好，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善于理财，对投资理财方面也很有天赋，再加上财运又好，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财运就更好，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7. 手心丘上有星纹。
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首先来说，水星丘上出现的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也就是说，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也可能是嫁给了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总而言之，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8. 手上有元宝纹。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像个梯形。元宝纹越大，就代表着此人财运越旺，很有赚钱的天赋。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9. 手掌心有财库纹。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自身能力也强，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10. 婚姻线上有财库。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财富以及幸福。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够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此外，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汽车，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11. 手掌中的钱财纹比较多。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财便是钱财纹，这一线纹算是手相中与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偏财运就越为出色。较多的钱财纹代表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象征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此外，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不错的收入。12. 男手如蛮，女手如柴。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男手如蛮，女手如柴，也就是说，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称之为手指。譬如目前人气很高影星黄轩，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被广大粉丝称之为胖手。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有心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手相是不断变化的，当快有财运时，有些人的手纹就会发生变化。低天居士提醒，如果手上突然出现下面的这些纹路，那大多预示财运即将旺起来。一出现了星纹，太阳丘、无名指根部或木星丘、食指根部这两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的话，也是一种偏财运旺的表现，代表其人很有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赚来财富。所以出现了这个星纹，代表了你的财运会来临了。2. 出现了多条财运线，在手相中，将手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或水星丘、小指根部处出现的数项纹路称之为财运线，其与个人的财运收获、运气、成功具有一定的关系。
低天居士观察到很多人在年轻没有财运时，这里的纹路会比较少，而到中年财运变好时，这里的纹路也是相应的增加，所以这里财运线变多了，财运就来了。3、出现了十字纹，在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代表亦有意外之财到来。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通常你如果发现你这里的纹路出现了，那就代表了你的财运来到了，钱财变多了。4、出现了不动产纹，手中有不动产线的人，可能会有很多房产，不管是赠送还是自己挣钱买的。如果有多条不动产线，这样的人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财运会旺起来。5、出现贵人纹，手相中出现有贵人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势相当旺，不管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都容易得朋友、领导的帮助赏识。这种手相的人容易有贵人青睐，不管哪个行业会有靠山，自然财运也是没问题的，发财是个早晚问题。6、出现了财富纹，这个纹称为财富纹，这个纹不管男女，一旦有这种纹路，各个方面都会表明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富贵之命，就是后天经过一番努力会成为发家致富之人。一生命途相对比较顺利，这个纹也是变化的。第2，手有米子纹，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1个，形体，手厚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长，干事有方案，节壮稳重，属于官运之长相。掌脖长长指短，即使其他纹线再好，也无关之相。掌后背圆，一世好风光。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掌心掌背都肉多，摸起来温暖和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第2个，符号，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生平不劫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较着，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小指财运线较着，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3个，纹理和符号均配。以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玉柱纹清楚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子纹，古相书言手有米子纹，富贵到永久之说。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样平常呈如今掌丘或掌心时，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外财或不测之财。第4个，玉柱纹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命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且率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护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4个，手相重纹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由于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种就是掌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掌色苍白不劫钱，福禄寿3宫高凸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事业有成，钱财充足。第3，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飞冲天赋，好命。1，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
多少常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2. 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 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 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5. 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6. 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7. 三财纹。玉管照神局。三财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三财。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财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财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川掌事业顺，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10. 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11. 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贫人成大富，谋直禄位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
如果在六绣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绣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鹿马纹。有鹿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宝晕纹。什么是宝晕纹？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如日晕一样，就是宝晕纹。月为阴，主钱，故此纹主金银得财，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一圈又一圈，一波又一波。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一生运势。宝晕纹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特殊掌纹，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往往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果宝晕纹像环形，则此人可以封侯拜相；如果宝晕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食有财。通常掌中生有宝晕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运势亦有起伏。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所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而且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优秀的直觉和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晕纹位于拇指根部的正宫，震为雷，预示其人多数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女人生有宝晕纹不利婚姻。宝晕纹因为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晕纹往往以不吉论，会很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晕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于家中男主人的倾向。金花印纹。什么是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视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者嫁夫有贵气。生有金花印纹的人一生运势。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人上人。若是出现在女子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成此纹可生贵妇。不同部位的金花纹意义不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预示其人财运很旺，财源滚滚，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者企业，精力都用到这方面，容易忽视健康，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如果在明堂或者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此人会将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所以一般成绩都不错，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才思敏捷，是写文章的好手。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如果太阳丘有金花印纹，此人会很有魄力，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部位则不佳，预示其人可能是个糊涂官员。生命线上有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男儿官运亨通，女子可以为官。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贫苦，而且福配子孙。亦有贵人相助的六花纹。与金花纹相似的还有一种六花纹，形如六角小花，一般是单独出现，这也是一种吉利的掌纹。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容易少年成名，平步青云，多遇贵人相助，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光耀门楣，中年便可达到一定高度。换句话说，就是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晚年更是享尽荣华富贵，受人尊敬，是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型人物，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和核心力量。但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霸道，做事很少听取别人意见，独断专行，可以说是优点和缺点相辅相成。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就了他。3. 宝镜纹。何为宝镜纹？所谓宝镜纹，顾名思义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一卷一卷，层层围绕，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之中。这种特殊纹理十分罕见，是官印权威的象征。2. 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一生运势。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心思缜密，心胸宽广，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有大将风范，能够担任指挥官、武官、军事顾问等职位，命运不凡。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坤宫以及兑宫3个手掌区域内，则正财相当稳定，步步高升，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出现在其他掌宫上，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咨询、培训等行业，并因此获利丰厚。4. 验证纹。什么是验证纹？验证纹顾名思义，就像是大雁群飞的队列一样。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所以称之为验证纹。古书中对验证纹的图解有2种，第一条就是3条从生命线上上升起并列线纹，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气势。另外一种就是在事业线的末端出现的人字形纹并列线纹，也叫做验证纹。2. 生有验证纹的人一生运势。验证纹形状像许多大雁并列在掌中央，人生有此纹能够发达富贵，必可进入朝中辅佐君主，深受君主器重，委以重任，名声远扬。在现代来看，如果你拥有类似手相的话，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生活富足，既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还能够获得升职加薪，委以重任，做出一番大事业。掌中生有验证纹的人具有清贵气质，心直仁厚，清廉善心，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验证纹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被追随、被信任的概念，大都指代名气，出现在手掌的不同位置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或者倾向的领域。比如说很多优秀的作家、导师、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将军等等，但实际成功与否并非一概而论，只是一种参考，也是古代量才而用道德品格的一种借鉴。5. 祖弼纹。什么是祖弼纹？祖弼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承蒙祖上庇佑，从出生就富贵，以得长辈之庇荫，继承祖业而发财，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一辈子不缺钱花。此手纹取坎宫，与手中事业线相连。2. 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是属于富二代的手相。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通常起点要比别人高，所以可以免却辛苦，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戒骄戒傲，适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能有一番好的作为。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1. 手背有痣。相学上说，手心主富，手背主贵。如果手背上生有善痣，表示你颇善于理财，而且能在婚后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是一个占有欲颇强的人。再加上手背肥厚的话，那更代表了你的天资卓越，在人生的道路上会有辉煌腾达的际遇，尤其是老年的时候。但假使是颗恶痣的话，那表示你会发生家庭纠纷，
夫妇、亲子之间经常会有摩擦，而且是一个颇神经质的人。2. 手掌有痣。1. 掌心有痣。老人们常说，掌心有痣的孩子一定会大富大贵，好运连连。还有一句俗话说，掌心有痣端金碗，脚心有痣踩金板。也就是说，手掌中心长痣，主富贵，代表大吉，同时也是个能力强的管理者。这类人往往做官的会升官，经商的会旺财，总而言之就是顺心如意，极少烦恼。2. 金星丘有痣。这个地方有痣，说明你的富贵来自于爱情。你在单身的时候，可能在财富和事业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普通的，但是有了爱情，开始恋爱之后就有了起色。金星丘有痣是催生你财运的，在爱情为引的情况下，激发你的富贵。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多放心思在锤炼自身的条件上面，身体条件和气质条件。这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快点找到爱情，是真心的爱情，不是只有一点感觉的爱情。3. 木星丘有痣。这个地方有痣，说明你身体在这方面是极好的。虽然大部分人都不是强壮的人，但是却会有很不错的气运，很少会生病，能够健康长寿，而且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很顺利。假如能潜心在某个范畴钻研，不只能成为该范畴的佼佼者，而且能够凭借该范畴赚到的钱财成为一代富豪。4. 土星丘有痣。有此痣者对金钱具有长远考虑，但由于把金钱看得过重，反而造成烦恼。若是对金钱之事能随遇而安，则生活更为顺畅，同时在感情问题中也过于现实，导致一生难得真爱。5. 太阳丘有痣。有此痣者代表这个人非常的努力，能够吃苦耐劳，做事能够坚持到底，一辈子的工作运势还算不错，但是家庭运势不太理想，生活当中容易出现一些麻烦事儿，有时候不自觉的就会和家人起口角之争。6. 水星丘有痣。水星丘有痣的人一般性格都是比较极端的，他们通常做事都很没有分寸感，总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所以有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反正自己的感受最重要。他们丝毫不理会当下做的事儿会不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一般这样的人都是比较自私的，不会顾及他人。7. 月丘有痣。有此手痣之人多，在感情中过于敏感，则被他人利用。人情世故处理若多信任于小人，则导致你在事业中有所不顺，因看清他人真实目的，则对你事业有所改善。纵然与他人有争执之时，也需藏于心中，不可被他人看清，否则对你事业发展有不利。8. 第一火星丘有痣。如果手上有此痣者，感情上容易受苦受累，比较的坎坷，常常为情所困，陷入到暗恋或者没有结果的感情纠葛之中，最终都很难修成正果。9. 第二火星丘有痣。长有此痣的人一般心胸非常的狭窄，气量狭小，对身边的人非常的小心眼，喜欢与人斤斤计较，容不下别人，心里也装不住事儿，特别的容易得罪人，人际关系比较差，也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身边小人较多，容易受到伤害，严重者甚至会众叛亲离，姻缘和财运都非常的差，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劫难，最好点掉。3. 手指有痣。1. 大拇指有痣。在手相学中，大拇指有痣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大拇指有痣的人表示自己的父母是事业上的贵人，对我们的事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样的人事业心非常重，属于工作狂一类，经常会为了工作努力奋斗，不会偷奸耍滑，也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责任感，在工作比较容易获得领导的肯定与重用，还有同事的帮助和支持，有利于你在工作中取得好的成绩，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给家人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2. 食指有痣。食指是最接近大拇指的，
所以十之有志的人，他的贵人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就表示在生活和工作上，自己兄弟姐妹能够给予助力，推动事业更进一步。这样的人好胜心比较强，平日在生活、学习以及工作中会非常努力，在学习上属于学霸之类。如果能够坚持完善自己的能力，加上兄弟的帮助，想要做成一番事业指日可待。3. 中直有志。中直长志的人性格大多数都比较强硬，自己决定的事情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所更改，而生活中的这种行事作风过硬，会让他们得罪不少人，但是同样是因为这种行事作风，也让他们获得了很多人的信任，所以这类人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的，是会非常容易得到成功的人。4. 无名指长痣的人。无名指长痣的人一生的桃花都会特别的旺，很容易在生活中得到一些人的悉心照顾，而且异性对他的吸引力根本无法抗拒。这类人也许一生都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但是因为异性缘极好，很容易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找到一个身家不菲的对象，因此生活质量是绝对不会太差的。不过如果自己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于无名指有志的人来说，远不如和豪门结合来得痛快和轻松。5. 小手指有志。小手指长痣的人性格非常的柔软，女性是一乖巧型男女子，非常容易让人升起保护欲望，而男性也阳光灿烂，和他们在一起相处如沐春风。这类人是非常有吸引力和号召力的，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会深受异性的关照和喜爱，即使并没有做情侣的意思，也同样会有异性朋友成为他们一生的贵人，所以这类人是非常幸运的一类人。不过他们都不太适合自主创业，如果在一个稳定发展的公司做事，他们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也同样会获得相应的地位。4. 手腕有痣，代表了你转速不够快，或者工作上手较慢，但这不是事实，只是总会给人这种感觉。但当你稍微成熟及待了一段时间后，才华才会慢慢展现于同事眼前。只要有此机会让你发挥，则以后的时间将是平步青云之时，但若是恶痣的话，则别人永远认定你是无能之人，而且你真的是在工作中表现得懒散，难以集中精力，而且缺乏信心，唯有做自由职业会比较好。无论手上哪处有痣，都需要结合自身的条件，如果手上的痣有不吉祥的象征，可以依靠其他地方来减轻或者消除这部分影响，具体如何操作，可以找一位相学大师进行讨教。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